这去叫人从何处看起？怎么了？看局章章里头似乎明白，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。看着小注，又看奖章，一团浆糊。歇歇吧，做功夫也不在这一时。老爷逼得也太紧了。只是这会子，连老太太也不肯替你讨个情来。快点！来，给你。太爷，怪不得你老爷生气啊，说你没出息。第二天你就懒惰啊。现在什么时候你才来？昨儿跟你说的，让你讲书上的话，今天就讲来，就讲这段。子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啊！胡说啊！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，也没有讲头吗？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，见了色便好得了不得。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，人偏都不肯好它。至于那个色呢，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，无人不好的。但是德乃天理，色乃人欲，哪里有人肯把天理好得跟人欲似的？且说宝玉上学之后，怡红院中甚觉清静闲暇。袭人想到宝玉只怕娶了一个厉害的，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后身，素来看着自然是黛玉无疑了，便走到黛玉处去探探她的口气。这几日身子可大好些了？哪里能够呢？不过略硬朗些。姐姐请坐，我倒茶去。哎，姐姐在家里做什么呢？如今二爷上了学，房里一点事儿也没有，因此来瞧瞧姑娘，说说话。姐姐请用茶。妹妹坐着吧。是。我前几天听秋文说，妹妹背地里说我们什么来着？姐姐信她的话。我说宝二爷上了学，宝姑娘又隔了断，连香菱也不过来了，自然是闷得慌。你还提香菱呢，这才苦了呢。撞着这位太岁奶奶，难为她怎么过？说起来，比她还厉害，连外头脸面都不顾了。她也是够受的了。可是这尤二姑娘怎么死了呢？可不是吗？想来都是一个人，不过名分里头差了些，何苦这样读？外面名声也不好听。
这倒也是，凡是家庭之事，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。做了旁人，心里先怯了，哪里倒敢去欺负人呢？老太太是不是有了什么话？这是林姑娘的屋子吗？哪位姐姐在这儿啊？这位妈妈是姨太太那边过来的吧？正是呢，我们姑娘打发来给这儿的林姑娘送东西的。那略等等，宝姑娘叫你来送什么？我们姑娘叫给姑娘送来一瓶蜜饯荔枝来。这位姑娘不是宝二爷屋里的花姑娘吗？妈妈怎么认得我？我们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，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门，所以姑娘大都不认得。姑娘们碰着到我们那边去，我们都模糊记得。这怨不得我们太太说，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一对儿，原来真是天仙似的。妈妈，你乏了，坐坐吃茶吧。我们那儿忙呢，都张了秦姑娘的事儿呢。姑娘还有2瓶荔枝，叫给宝二爷送去。给你们姑娘倒费心了。好好呀，就这好模样，这除了宝玉，什么人情受得起呢？怎么这人到了老来就是混说白道的，叫人听着又生气又好笑呢？我懒得吃，你拿了搁起去吧。一时晚妆将卸，黛玉进了套间，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，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，甚是刺心。当此黄昏人静，千愁万绪堆上心来，叹了一口气，掉了几点泪，无情无绪，何以倒下？想起自己身上不老，年纪又大了，看宝玉的光景，心里虽没别人，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。深恨父母在时，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？又转念一想到，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，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才心地，不如此时尚有可图。心内一上一下，辗转缠绵，竟像着陆一般。外面雨村贾老爷请姑娘。他请我做什么？我虽跟他读过书，却比不了男学生。况且他和舅舅的关系，我也不便见的。只是他如今只要见姑娘。那你只说我身上有病不能出来，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。只怕是来道喜，南京还有人来接。我们一来道喜，二来送行。王姐姐，你们说的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你还
还装什么呆？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升了湖北的粮道，娶了一位继母，十分的合心合意呢？如今想着你撂在这里也不成事体，迎托了贾雨村做媒，叫你许了你继母家的什么亲戚，还说是续弦，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。大约一到家就要过去的，都是你继母做主，怕的是道上没有人照应，还叫你连二哥哥给你送去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？凤姐姐，这都是你胡闹的吧？瞧，他还不相信呢。我们走吧。二位舅母，你们别走啊！你们坐坐再走吧。你们不要走啊！老太太，求求老太太，或许还有救。老太太，我求求您，救救我好不好啊？南边，我是死也不想去的。老太太，我现在有了继母，她又不是我的亲娘。老太太，我情愿留在您的身边啊，老太太。这个不干我事。老太太，那这又是谁的事儿呢？续弦也好，倒多一副妆脸。老太太，只要我留在你身边，我绝对不用分来的闲钱，好不好？我绝对不用分来的闲钱，我求求你，老太太。不中用了，做了女孩，终是要出嫁的。你孩子家不知道，在此地终非了局。我不回去。老太太，我在你身边，我做个奴婢也可以啊，我自作自受好不好啊？老太太，你救救我吧，我求求你了。老太太，你向来对我是最慈悲的。这个丫头真会烦人。您向来对我是最慈悲，对我也是最好的。您现在怎么就不管了呢？您不能不管我呀！不要说我是您的外孙女，是隔了一层的。我的母亲可是您的亲生女儿啊，老太太。您看在我娘的份上，你也该护脾气啊，老太太。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，好不好？老太太。鸳鸯，你来，送姑娘出去歇歇。我都被她闹乏了。老太太，您不要让我走。去吧。您不要让我走，老太太。啊，原来你们对我好都是假的。我还不如自己算了。宝玉呢？宝玉怎么没有来？妹妹大喜。好啊，宝玉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。我怎么无情无义？你既有了人家，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。
好哥哥，你到底要我跟谁去啊？好吧，你要是不去，就在这里住着。你原是许了我的，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。我待你是怎么样的，你也想想。不错，我曾许过了。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，你到底叫我去不去？我说叫你住下，你要是不信我的话，你就瞧瞧我的心。宝玉，宝玉，你怎么了？宝玉，你这样害我杀了我算了。不怕，不拿我的心让你瞧。宝玉，宝玉，不好了，我的心呢？活不了了。宝玉，宝玉，姑娘，怎么了？姑娘，姑娘，快醒醒啊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你怎么被掩住了？姑娘，姑娘。黛玉又想梦中光景，无依无靠，再真把宝玉死了，那可怎么样好？一时痛定思痛，神魂俱乱。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，又像风声，又像雨声。又听了一会子，又听得远远的吆喝声，却是紫鹃已在那里睡着，鼻息出入之声。正要朦胧睡去，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巧的声儿，啾啾唧唧叫个不住。那窗上的纸隔着屉子，渐渐地透进清光来。姑娘还没睡着吗？怎么又咳嗽起来了？想是着了风了。这会儿窗户纸发青了，也带好亮起来了。歇歇吧，养养神儿，别净想长想短的了。我何尝不想睡呢？只是睡不着。你先去睡吧。天都亮了，还睡什么呀？既这样，你就把弹盒换了吧。这还了得？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手一滑，险些撂了弹盒子。我才刚觉得嗓子里有点甜腥，不是盒子里的痰有了什么吧？
没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大清早起，怎么好好的就哭了呢？谁哭了？早晨起来眼睛里有些不舒服。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时候更大吧，我听见咳嗽了大半夜。可不是吗？越想睡，越睡不着。姑娘身上不大好，依我说，还得自己开解这些。俗话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依旧有柴烧。况且这里自老太太起，哪个不疼姑娘的？只这一句话，又勾起黛玉的梦来。这里可以再多一点儿，这里却又太密了，不好看。我也是这意思。幸好这一带只是草稿，略涂了就可重画。我也再不能了，好姐姐们，快去帮我求求老太太，别让我画了吧。既是派了你，你便做个有始有终吧。如今你既烦那个，不如我们来题诗。这个好。姑娘，林姑娘怎么不来？林姑娘昨日又犯了病了，咳嗽了一夜。我们听雪雁说，吐了一盒子的痰血。这话真吗？怎么不真？刚才我们去里屋瞧了瞧，颜色不成颜色的，连说话的气力都微了。不好的这么着，怎么还能说话呢？怎么你这么糊涂？不能说话不就？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，我看她总有些瞧不破，一点半点都要认真起来。天下事哪里有多少是真的呢？既这么着，咱们都去看看。倘若病得厉害，咱们好回去告诉大嫂子，回老太太，传个大夫来瞧瞧，也得个主意。正是这样，姐姐们先去，我回来再过去。紫娟看着不好，连忙努嘴儿叫雪雁去叫人。这时袭人却慌张地进来：“姑娘睡着了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”口是老郑，昨儿又咳血了。怪到刚才翠缕到我们那边说你们姑娘病了，吓得宝二爷连忙打发我来瞧瞧怎么样了。姐姐才知道吗？终究怎么样才算好呢？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吓了个半死。怎么了？昨日晚上睡觉还好好的，谁知半夜里一叠声的嚷心疼，嘴里胡说八道，直闹到打天亮梆子以后才好。你说吓人不吓人？今日上不了学，还请大夫吃药呢。是。姑娘，别这样大惊小怪的，不妨事。刚才是说谁半夜里心疼起来？是宝二爷偶然掩住了，不是认真怎么样。即使掩住了，不听见他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了。回去，别告诉宝二爷说我不好，看耽搁了他的功夫，又叫老爷生气。姑娘，躺躺歇歇吧。那黛玉闭着眼躺了半晌，惦记着宝玉，哪里睡得着？把外罩大袄脱了，扎正着爬起来，觉得园里头平日只见寂寞，
如今偏听的风声、虫鸣声、鸟语声、人走的脚步声，又像远远的孩子们啼哭声，一阵一阵的聒噪的烦躁起来，略静了一时。林姐姐，林姐姐，你觉得怎样？黛玉见他二人，不免又伤心起来，又转念想起梦中，连老太太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们？累你们两个，惦记着。哎呀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让你跑，往哪儿跑啊？这个不成人的小子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？啊！要不得，这不得人了。林姐姐，你们这帮人如今越发没了王法了，这里是你骂人的地方吗？原来黛玉住在大观园中，虽靠着贾母疼爱，林姐姐，凡事终是寸步如心。自私一个千金小姐，只因没了爹娘，也被婆子这般辱骂，哪里委屈得来？因此肝肠崩裂，哭晕过去。像是听见那婆子的话，你疑心了吧？她呀，那是骂她外孙女儿，我才刚也听见了。这种东西说话再没有一点道理的，他们知道什么是避讳呀。妹妹，你呀，别心烦，我来看你，是姊妹们应该的。你又少人服侍，只要你肯安心吃药，心上啊把喜欢的事儿想想，能够一天一天硬朗起来，大家依旧结社作诗，岂不好呢？就是啊，可是三姐姐说的那么着不乐吗？你们只顾要我喜欢，可怜我哪里能赶上这日子？只怕不能够了。你这话说的也太过了，谁还没个病灾的，哪里就想到这里来了？你好生歇息，我们先到老太太那边，回来再看你啊。你要什么东西呀，只管叫紫娟告诉我。好妹妹，到了老太太那里，只说我请安，身上略有不好，没什么大病。知道了，你好生养着吧。且说探春、湘云出了潇湘馆，一路往贾母这边来。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来，贾母听了，自是心烦。老祖宗，老祖宗，偏是这两个玉儿多病多灾。林丫头一来二去的大了，她这个身子也要紧。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。鸳鸯，哎，今儿大夫去看了宝玉，你告诉他，叫他去看林姑娘，啊？是。这里，探春、湘云就跟着贾母吃了晚饭，然后同回园中去，不提。给老祖宗请安。
才刚啊，大夫已经瞧过宝兄弟了，说不过是饮食不调，又受了点风邪，没大碍的，疏散就好了。如今大夫看完了宝兄弟，又往林妹妹那里去了。这是林姑娘的方子，去找他们抓药吧。你回二奶奶吧，我还有事儿。我方才呀到林姑娘那儿去了，看来她的病啊，竟是不大好呢，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，摸摸身上吧，就剩一把骨头了。跟她说吧，她也没话说，只是淌眼泪。回来，紫娟姑娘跟我说，现在姑娘病着，要什么吧又不肯要，我想向奶奶那儿先支1、2个月的月钱。虽然现在吃药是宫中的，零用也得有几个钱呢。我答应了她，替她来回奶奶。既这么着，我送她几两银子时，也不用告诉林姑娘了。这月钱却是不好支的，一个人开了力，要是都支起来，可如何使得？你不记得赵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，也无非为的是月钱。况且近来你也知道，出去的多，进来的少，总绕不过弯来。不知道的还是我打算的不好，更有那嚼舌根的，说我搬运到娘家去了。周嫂子，你倒是那里经手的人，这个自然还知道些。真是委屈死人了，这么大门头，除了奶奶这样心劲儿当家罢了。别说别的女人当不来，就是3头6臂的男人也撑不起呢，还说这种混账话。奶奶还没听见呢，外头的人呐就更糊涂呢。前儿周瑞回家来，说是外头啊打量着咱们府里怎么着的有钱，有人说这个贾府啊银库几件，金库几件，就连使的那个家伙呀都是金子镶了的，玉石嵌了的。还有人说呀，那姑娘当了王妃，那皇上家的东西那自然得分一半给娘家呀。前儿贵妃省亲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亲眼看见带了好几大车的金银，所以他们家装饰的跟那个水晶宫似的。那天在庙里还愿花那点几万个银子呀，那简直就是牛身上的一根毛罢了。还有人说呢，他们家门口那狮子呀，恐怕是玉石的，那园子里边还有金麒麟呢。那前几天被人偷了一个，如今只剩下1只了。哎呦，就别说那些奶奶姑娘们了，就说那个屋里使的那些丫头们啊，都是一点不动的，喝酒下棋、弹琴画画。横竖有服侍的人呢，只管穿罗罩纱，那吃的戴的都是旁人不认得的。就别说这些哥姐们了，要想要天上的月亮，也得有人上去摘下来给他们玩儿。哎呦，还有歌呢，说是宁国府、荣国府，金银财宝如粪土，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……怎么不把歌念完？想来也不是什么好话。那都没要紧，只是那金麒麟的话从何而来？哎，就是那庙里的老道士送给宝二爷的那个小金麒麟，这不是丢了几日吗？亏了史姑娘给捡着还了。你瞧，就造出这么大个谣来，你说这些人可笑不可笑？哼，这话不是可笑，倒是可怕的。咱们一日难似一日，外头还这么讲究。俗语说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况且又是虚名儿，究竟还不知怎样呢。奶奶虑的也是，这满城里茶坊、酒铺以及各胡同都这么说，并且不是1年了，
哪里堵得住众人的嘴？且说贾琏走到外面，只见一个小厮迎上来回道：“大老爷叫二爷说话呢。”贾琏急忙过来。方才传闻宫里头选了太医院的一个御医，2个吏目去看病，想来不是宫女和下人了。哎，这些日子娘娘宫里头有什么信儿没有？没有。你去问问你甄大哥，不然呢，还该叫人去到太医院里打听打听才是啊。是，快去。采内相公公来传过旨意，说贵妃娘娘有些欠安，宣召亲丁4人进里头探问，许各带丫头1人。亲丁男人只许在宫门外递个旨名，请安听信。亲丁4人，自然是我和你们2位太太了。是。那一个人必得是凤哥，他诸事有照应。说定了，是晨思时进去，申酉时出来。请老太太今日早日歇着，明日早些起来，好收拾进宫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你们爷儿们各自商量去吧。次日黎明，各间屋子丫头们将灯火炬已点齐，太太们各梳洗毕，爷儿们亦各整顿好了。一到卯初，林之孝和赖大进来，至2门口，不一时，贾赦、邢夫人也过来了。凤姐先扶老太太出来，众人围随，各带使女1人，缓缓前行。又命李贵等2人先骑马去外宫门接应，自己家眷随后。文字辈至草字辈各自登车骑马，跟着众家人一齐去了。贾琏、贾蓉在家中看家。且说贾家的车辆轿马聚在外西园门口歇下等着。一会儿，有2个内监出来。家父省亲的太太奶奶们着令入宫探问，爷儿们俱着令内宫门外请安，不得入见。贾府中4乘轿子跟着小内监前行，贾家爷们在轿后，令众家人在外等候。贾赦、贾政便挨次立定。轿子抬至宫门口，便都出了轿。早有几个小内监引路，贾母等各有丫头扶着步行，走至元妃寝宫，只见魁壁辉煌，琉璃照耀，又有2个小宫女儿传谕：只用请安，一盖一柱都免。近日身上可好？托娘娘洪福，起居上谏。家中这过的日子若何啊？尚可支持。这几年来，难为你操心了。凤姐正要站起来回奏，只见一个宫女传进许多职名，请娘娘容目。元妃看时，就是贾赦、贾政等若干人。那元妃看了职名，眼圈一红，
止不住流下泪来。今日稍安，令他们外面暂歇。父女弟兄，反不如小家子，得以常常亲近。娘娘，不用伤悲，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。近来宝玉若何？近来颇肯念书，因他父亲逼得严谨，如今文字也都做上来了。这样才好。元妃随命外公赐宴，一时完了饭，俱各辞了出来。道家又要安排明后日进宫，仍令照应其急，不提。且说元妃机遇之后，家中俱各喜欢。有几个老公走来，带着东西银两，宣贵妃娘娘之命。因家中省问勤劳，具有赏赐，把物件银两一一交代清楚，贾赦、贾政等禀明了贾母。娘娘急遇，特请内相公公来颁布赏赐之物，请老太太过目。娘娘心里甚是惦记着宝玉，前儿还特地问他来着呢。只是宝玉不大肯念书，辜负了娘娘的美意呀。我倒给他上了个好，说他近日把这些文章都做上来了。他哪能像老太太说的话呀？你们时常叫他出去作诗作文，难道都没做上来吗？小孩子家，慢慢的教导他。可是人家说的，胖子也不是一口吃的。老太太说的也是。提起宝玉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和你们商量。如今他也大了，你们也该留神，看一个好孩子给他定下。这也是他终身的大事，也别论远近亲戚，什么穷啊富的，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好，再有呢模样儿也还周正的就好了。老太太说的很是，但有一件，姑娘也要好。第一，她自己要学好才好，不然不良不幼的，反倒耽误了人家的女孩，岂不可惜吗？为官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不轻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已换，牵泪的泪已尽，冤冤相报是非情。
河节前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今